有请天赐的声音第5季音乐合伙人召集人罗大佑。华语乐坛教父罗大佑作为本季的声音召集人，引领当季音乐人以赤诚姿态共赴乐途。天赐它是一个更注重音乐舞台和音乐本身的一个节目，新朋友老朋友，大家以这种方式能够在台上交流。我很期待跟不同的歌手合唱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化学反应。每次上台前的那种紧张还是挺宝贵的。我觉得做好歌这个标准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觉得是时候该再出来挑战一次，再唱出可以陪伴大家很久的好歌。希望能够在这一季给大家带来会让你惊艳的 Momoko。逼迫一下自己，参加这种魔鬼训练营，让自己有一个动力去跟上音乐潮流的速度。感召之下，是我们共同的呼求，让音乐回归音乐本身。本期的推荐金曲，无关表演，不假外力，传承、创作、表达，唱出纯粹，唱出自由，唱出真实。希望在音乐面前，我们永远是赤子模样。东阳光鲜虫草，好虫草鲜着吃。本节目由东阳光鲜虫草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奶粉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红星美凯龙赞助播出。买高端电器就到红星美凯龙。本节目由老板电器赞助播出。老板数字厨电 i7，你的味道我心领神会。本栏目由夏日清爽拍档雀巢茶萃果汁茶赞助播出。真正天然矿泉源自地下100余米岩石裂隙。本节目由百岁山特别赞助。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是断难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啊？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你野百合也有春天。乃是哀伤和欢愉，从来未曾属于真情的是空幻的无语，而今到
将会离去。突然间，我开始是寂寞症，只知道我爱你像一样，你年龄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流连海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也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也把黑变成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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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野百合也有春天。感谢大佑哥。各位天策的声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大佑，非常好，大家加油！台上台下，乐手。现在大家对于音乐都会非常清楚4个字，叫流行音乐，对吧？但在1982年之前，没有这4个字。因为罗大佑老师1982年的首专《知乎者也》问世以后，从此乐坛有了流行音乐的开端，就是罗大佑。不敢。就是80年代吧，就是我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我就听到，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流行音乐的，罗大佑老师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后来有幸我们在某一档节目上有相交相识，对，聊了还蛮多的。我觉得罗大佑老师应该是所有创作者的一个目标跟一个偶像，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位置。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听到现场。把罗大佑老师请来了，其他的音乐人登上我们这个舞台，以您为标准就会有压力。没有哪有，上台不就上台嘛，对不对？哇，你好轻松哦！你看，我们第5季的第1期，对面有12位音乐合伙人，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我们在台上的力量都是音乐给我们的。音乐响起的时候，那就是你全身的荷尔蒙跟所有的青春的记忆，全部都回来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发现说，做一个音乐人是天下最幸福的一个职业。我一直知道说天策的声音是一个音乐的对唱合作，那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发掘对方的嗓门跟特色跟节奏感在哪里，然后要能够将就，互补绝对重要于互相比较。真的音乐的海非常非常宽，那个边际是看不到的，我们就继续努力。本季节目共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第1期为首发队长诞生战，音乐合伙人两自由组合进行合唱，由建音团合意推荐一首档期金曲，并选出本阶段2位队长，队长将带领各自团队角逐金曲。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来到《天赐的声音》第5季。本节目由好虫草鲜着吃的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说一下我们本季的首发舞台的一个配对规则，我会向大家发出一个问题，
相同答案的音乐合伙人将拥有优先双选的机会。问题请听好，在选择音乐搭档时，你最看重的是什么？长得帅。好了，我们看 A， 一致的音乐口味。哦，相同的音乐品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对方跟我差很远的话，那我觉得很难调节。B， 演唱能力和诠释能力。诠释音乐的这一类的技巧，它如果是真的很有特色的，那我很想来试试看，跟他们合作。C， 和我优势互补。我很期待跟不同的歌手合唱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化学反应。啊，这么多人，就偏你站最后面。我觉得龙龙这个人好像蛮好笑的哦，之前就一直真的很欣赏他的创作才华，就是也是蛮想要来对唱。好，我们现在选定相同答案的各位音乐合伙人可以内部发出邀请。博豪，你是要率先邀请吗？对啊，就很想跟你合作。 OK， 没问题。你的 style， 好的。对，你的风格，你的范儿。啊，老师，谢谢你。还有就是老朋友必须要合作，好不好？我们的品味。我听不懂，所以你是邀请他还是我？我们是2个人唱歌的，不是3个人啊！你想3个人一起唱？对呀，太贪心了，太拥挤了。选个老朋友吧。老朋友，先老朋友吧，对不起。薛凯琪以前跟他同一家公司吧。我刚出道的时候，他算是在这个行里面第一个朋友，所以能够在这个舞台跟他碰面，也是一个缘分吧。被抛弃了，某某口。从来都只有我抛弃别人。来，第2组。行，其实我选 B 不是因为我选 B， 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人他选了 B。这个人就是徐佳莹。其实我们上一次在她的演唱会的时候有一个很短暂的合作，但是我觉得那个合作非常的短，是因为我们只合唱了1首歌，没唱过瘾。开心，太好了，我一厢情愿。我们这中间还剩3个人了，对，还剩3个人。其实我蛮想，就是邀请杨坤老师双阳嘛。双阳啊，坤哥答不答应？钟伟的歌其实我不是特别熟悉，哲哥的歌我比较熟悉哦，所以说我可能会选择要跟哲哥合作一下。对，哲哥答不答应？我发现我想邀约的不在这里。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C 了。3位，其实我很希望跟申哥一起合作，但是我是上一次跟贺野老师有合作过，正好我们优势互补。贺野答不答应？其实小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轻易就能打动别人，并且打动得很深的那种歌手。我非常期待和小唐老师的合作。好，恭喜2位成为音乐合伙人，有请落座。相同答案的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音乐合伙人，最后落单的音乐人可以跨越答案来邀约。杨坤老师，请跟我一起合作。因为10多年前的时候，杨坤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哦，这样子的吗？你明白吗？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对，然后我再让老师试一试，我还是不是他心目当中那个好学生。所以坤哥答不答应？我愿意。太好了，恭喜杨坤、吉克隽成为音乐合伙人。好了，接下来请继续哈。
因为有一个朋友，我们聊一聊就发现，哎，我们都要来这个节目。我常常就是给人家的感觉就很难约，3约4约5约6约约不到这样子。那但是事实上，我是真心的想要约，就是大家的时间老是凑不上，所以楚生其实跟我约很久了。楚生是你啊？对，是我。第一次听哲哥的歌是在14、15岁左右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哲哥的歌就是很多人喜欢，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影响我，它是最深刻的。好，所以现在节目结束了吗？我们还有一位，因为说身体的原因，也是你的老搭档张碧晨。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我还是打个电话给他？对，可以，我们也问候一下他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哦，对。喂，哎，我是钟伟，碧晨在吗？喂，你还好吗？辛苦了。我在努力痊愈的路上，加油！然后我后面都排蛮多个人了，我还是想说，第一个首选是希望说你可以跟我组队，这情商很高啊。我想知道谁选你了呀？哇，好多哇！都在抢，哎，怎么办10个人全抢你啊！衣服都撕烂了，你也不知道。跟我组队，不晓得你愿不愿意？我超级无敌愿意。谢谢碧晨。哇，两组合。哎，不吉利，配。不是，热组合，热门组合。那我就爱你哦，挂掉喽。挂掉。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各位音乐合伙人来到我们的抽签环节哈。在我的面前呢，有6个东阳光鲜虫草的礼盒，抽到几就是你们的出场顺序了。哦，第一，哎呦，第一个也挺好。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5季。本节目由好虫草鲜着吃的东阳光鲜虫草独家冠名播出。我是陈欢，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大家好。鲜虫草，鲜活力，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东阳光，在新的一季依然陪伴我们，守护大家的健康。在新的一年里呢，我们天赐的声音和东阳光鲜虫草共同发起了态度先生的主题营销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还有东阳光鲜虫草的官方抖音号，积极评论互动，就有可能拿到我们的礼物，大家一起参与。所以此刻，请我们的各位音乐合伙人拿起你身边的鲜虫草，进行品尝，为自己助力哦。好虫草鲜着吃，在每一个鲜的背后呢，其实是看到我们东阳光企业不断的坚持以及努力哈。它代表着我们东阳光鲜虫草16年来专注一根冬虫夏草的精研态度，给大家高品质、高标准的承诺。现在到了我们欣赏合作舞台的时刻了，让我们用热情的欢呼声，有请第一组音乐合伙人王苏泷、徐佳莹。从今天开始，我们俩的组合就正式成立了。我们俩的组合叫做苏运莹。OK。那这次我们除了上次演唱会的合唱之外，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合唱。嗯，对，我今天就要在这里唱徐佳莹的歌。应该是我要唱你龙龙的歌吧？也可以。不要数着一卷卷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
那我就来一首了。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如果唱一首别人的歌最公平？对，就不从我们俩这里选了，我觉得。因为很久没有录音乐节目了嘛，我就希望还是可以多唱一些好听的歌，所以我们这次选择了《如果可以》这首歌。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其实这首歌曲原版已经非常经典了，它的音域对于男 vocal 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首歌我觉得很有难度。维里安他原本的歌就弄得很难唱，因为他这首歌的定 key 很高，不管是从定 key 还是这首歌的和弦，还是这首歌的段落，这首歌都不是一个很普通的情歌，就是大家所说的芭乐歌，所以一般男生唱下来其实是很吃力的。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夜相遇，你说好就是永远，留给我别困住你。我觉得这首歌最难就是它的音域，有的地方我太低，有的地方他唱的比较辛苦。我们再多溜几遍，辛苦老师了。我觉得每次回到这里都像家一样。这次来到天赐舞台，我觉得更多的是挑战。就那一段太低，前面还 OK， 就那样唱，我试试看。辛苦你了。其实我以前在音乐节目唱的歌，我到现在都记得当下我有多紧张，可是我都好险，我当下有去克服，然后才留下那个5分钟。我可能可以看好久。我这次也希望，我也可以继续再可以唱出这样可以陪伴大家很久的好歌。你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10000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是心里碰到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碰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
先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10000年，留给我别困住你。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赌上世界的决定。如果可以，哇！如果可以，大家是不是想再多听几首？大家其实了解二位的都知道，他们其实是非常厉害的音乐方面的创作人，对吧？两位既然都是创作人、制作人，那在这首歌上的改编，听谁的？算是有共同讨论，合作起来就觉得好像特别有默契，在音乐的世界里面都不用多说什么。也是音乐一下，我们就知道哦，该怎么样配合，该怎么样让整首歌是最好听的状态。其实《韦礼安》这首歌对于男生来说是一个 key 非常高的歌，然后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不像很多的情歌一样是那种很舒缓的，它可能是很多很浓的情绪在里面的。所以我保留了它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乐器，就是 Koto。然后同时我觉得做了一些比较适合我们两个人的改编。然后也很开心，今天抽到了第1号，然后把这首歌第一个送给大家。谢谢。对于搭档的这种默契感和舞台上每一个小细节的设计，就像我们东阳光鲜虫草一样，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哇哦！我是头一次听佳音老师的现场，我觉得好松弛啊。这个东西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因为我这个人是一站台上那个劲儿吧，我觉得你松了就不对了。啊，是吗？你就必须得紧一点。对，你每天都很拉风。然后，龙龙，我觉得你比去年更升级了。展开说说。特别扎实，真的，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我觉得你。今年比去年更扎实那个劲儿，然后可能因为2位老师都有那个制作的这个功力在，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特别知道能够怎么样在这个作品里面去把它融进去。这2个人在一起搭配的很默契，完了以后和声转换的还比较复杂，我觉得非常好，对，特好。2位表现的确实是非常。有默契，因为这个和声中间转换确实挺复杂的，很知道2个人声音怎么去安排，所以非常棒。其实我刚才在听的时候真的很享受，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他们演唱，就内心就会产生很多画面，后面的参赛者蛮有压力的，对。好，接下来我们到建音团各位老师了。这首歌其实改编非常的难，在我看来。因为它的旋律是指向性很明确的，就是一条路，似乎我们只能走到这个地方。但是刚才的汪苏泷跟徐佳莹的改编让我大开耳界，他们的那个和声其实非常非常的难。你刚刚听到拉拉有唱到一个很低的那个声部，然后汪苏泷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我刚刚听到整个人就是已经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太精彩了。既然是第5季了哈，相较于前4季，我们要往前更迈一步了，所以有一些技术上的事情啊，我们升级了。我们现场可以随机抓取2位歌手刚刚演唱的无伴奏原声。
刨去所有的伴奏和乐器。哇哦！我们的现场的剑鹰团老师可以在我们整期的节目当中做出你们自己想要的选择。哦，天哪！但是我相信每一位优秀的音乐人都经得起考验，这同样也是鞭策和鼓励他们在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都要全力以赴。再次把掌声送给汪苏泷，谢谢；徐佳莹，谢谢。谢谢二位。掌声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欢迎张信哲、陈楚生。Hello， 欢迎两位来到天赐的声音。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畅想态度先生嘛。对于今年的舞台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我觉得今年的优秀音乐人非常多，像我们拉拉一样，能够这样子长久的专注于一件事情。是因为热爱，所以也希望给大家展示我们最好的自己。那其实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呢，每一个艺人都非常注重音乐的品质，就和我们东阳光仙虫草是一样的。那是。作为冬虫夏草这个行业品质领先者，东阳光集团呢，从2007年开始专注冬虫夏草行业，已经长达16年之久，自研了 FD 宇航动干锁鲜和智能生态保鲜2项专利技术，也是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更好的鲜享体验，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话说回来，好虫草当然是要送给好歌手。谢谢，不客气，谢谢，开心。谢谢。我觉得之前看几个节目的表现，我觉得很赞。哦，真的吗？你喜欢哪一个？我上次跟你讲，我喜欢胡广生嘛。胡广生，嗯。我看你之前几个曝光跟几首歌的选择，我觉得真的超精准。无名的人其实也很好听。离家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弯着腰向上往高处走，头顶长久努力的生活。哦，谢谢哲哥。我知道确定要来这个节目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发功课给大家了，发给所有的我的工作人员、我的宣传，然后我的制作企划等等，我让他们每个人教10首歌，听了应该超过100多首歌了吧？我的天啊！我最近听100首，你现在马上第一反应出来的第一首歌，我喜欢陈粒的歌哦，虚拟，哎呦，虚拟。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这首歌我们要传达的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或是甚至是多面。我们要怎么用我们的歌声，让听的人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唱的是他们自己更多层面的解析。或者说，如果不要再更高八度了，你就是回到就是正常的音域，但是对这样的，因为这类的歌基本上必须要压制你的唱功，为那个情绪服务。它这种高冷又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实很难。我最高音那边很危险，哪个？我不是那个。哦。那边就是我自己那一段，不是我自己那一段。没关系，我那边我来想一想看有什么 OK 其他的 flow。每次在看天赐呢，其实都蛮感慨的。参与的这些艺人、这些歌手，他们的进步真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大。这一种危机感其实会更深更重。那我觉得做音乐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尝试，就是不断的试错。虽然给自己找麻烦，但是我觉得还蛮享受的。是押韵的排比，
固执幼稚的押韵，0033抽起了真音，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飘飘然然空中遇见你。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密，我却有你的吻你的吻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伴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固执有趣的灵性，固执无聊的有趣，平平淡淡关注了情绪，固执声音的意义，固执空洞的声音，摇摇晃晃情绪却满意。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密，我却有你的吻你的吻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伴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吻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伴着我追呀追呀追，落到云里。固执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洞的美丽。我们用热情掌声送给张信哲，送给陈楚生，好不好听啊？我们这首歌哦，其实转了2个调，转了2次，而且转调还蛮有趣的，从 D 转到 C， 然后转到 B， 是往下转，可是你听的情绪是往上走，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编曲。后面这一段的时候，我唱一大段副歌的时候，其实我还担心我会不会唱太多，但哲哥真的二话没说，而且那个和声其实很难唱。没有，我觉得真的就像大佑哥说的嘛，其实除了大家互相配合之外，还要互相迁就。那每一首歌，我觉得一定只有一个主唱。
但是呢，我觉得要当一个好的绿叶，其实我觉得比真的自己当主唱来的难。我觉得反而对我自己来讲，也是另外一种训练。对。谢谢哲哥，谢谢。没，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这选曲跟编曲都不像是这种大舞台上面常见到的形式，他们的声音整体创造出了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我马上就进去了，很像是两个王子借由这首歌邀请大家进入你们内心的某个角落。谢谢。这首歌刚才我听真的很享受，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唱自己的方向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变成了一个单位，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震撼。谢谢。我觉得他们俩今天的舞台很搭，因为很多男生就是声音比较杠、比较慢，但是很难得会有男生又慢又可以带一份柔情在里头，然后这个塞雷啊，我是非常喜欢。谢谢。我要夸夸我们节目的灯光老师。对，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是黄色灯，一个是蓝色灯。因为我觉得楚生哥在我心中，他的声音就是黄色的，就是很温暖、很厚重。然后哲哥就是蓝色的，就是非常的清冷，然后又很吸引人。我觉得感受好像就是我给他们组合起的名字那种感觉。他们组合名字叫做生信不疑。太会了，谢谢你，终于想了一个比较正常的名字了。哎，对对对，他刚有帮我们取个名字。对，碧晨，你猜猜看，猜猜看，这里叫深信不疑。哇，两组合。来，龙龙，请揭晓正确答案。他们叫张扬组合，我给你们起的。哎，一张一扬。编曲老师把二位的声音也当成了一种乐器去做了一个处理，所以在这首歌里，我们不只能听到这首歌的宽度，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纵向，所以这样的话才让我们觉得这首歌的立体性会更好。在这个舞台上，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二位非常精彩的表现，谢谢。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天赐，我之前听说这是一个锐评的节目，但是怎么今天都这么和气，所以我可能提一些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失败的作品。楚生老师的表现很精彩，很完美，但是我觉得张信哲老师您的表现可能没有达到这首歌的一个要求上面。这首歌叫《虚拟》，它是来自陈粒的专辑《小梦大半》，它是一首讲述爱情的白日梦的一张专辑。那这首歌里面讲的情感，它其实是带有幻灭感，它是一个可能不存在的东西。楚生在演绎的时候非常的精彩，他的个人经历，包括他的那种忧郁的个性，把这种幻灭感唱出来了。但是哲哥在唱的时候，他的每一个发音都很结实，就会让我觉得说 ，OK， 楚生唱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假的，这是虚幻的，这幻灭的。但是哲哥告诉我这是真的，你要相信他。所以我就会跳戏，到底我是该相信还是不相信？所以我有点抱歉，我有点跳戏这首歌曲。我是想问这位老师，就是他说的是，哲哥唱主歌、副歌那一部分，还是哪一块？哲哥开始他自己分词的 solo 的部分。进唱 solo， 您是觉得太实吗？太实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伴奏的原因啊，所以说我挺想听一下这个无伴奏原声的。有请工作人员。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吻，你的心，载着我飞啊飞啊飞，越过了意义。你是我朝夕相伴、触手可及的虚拟，陪着我像纸笔，像自己，像雨滴，看着我追啊追啊追，落到云里。
阿哲老师呢，他负责高声部嘛，整个声音就会更飘渺；然后楚生老师负责低声部，他的声音就会更坚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真的还不太理解小英老师刚才说，楚生老师唱的更虚拟，然后阿哲老师唱的太现实，因为我的听感其实倒是相反的。因为其实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最想听到的还是真话。我们选择一个可能大家意料不到，或者说不是我擅长的一个音乐的曲风，在这样子一个舞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也想听到大家听完以后真正的内心感受。我觉得每一种感受，不管你喜欢或是你不喜欢，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这样子的话，有下次的机会的话，我可以再修正。所以呢，还是要谢谢这位老师，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陈楚生，送给张信哲。大家好，接下来进入到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奶粉天赐实力时刻。那我们都知道张信哲老师是唱情歌非常厉害，所以有没有诀窍可以跟我们分享？先去感受这个歌本身这个故事到底要讲什么。如果自己在这样的情境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张信哲老师能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坤及柯俊义。就时隔这么多年，我们还在从事这个行业，对吧？关键是你们现在都已经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中流砥柱。怎么能讲这样的话，老师？我们是跟着您的步伐走。最关键的是，我还能跟着你们的步伐，一直还跟你们合唱，我何其荣幸啊！你看看我，你不要这样，我站走了，讲错话。极客的这个气质里面有离别开出花的这种影子，同时还带着一点野性的这种向上的正能量的这种气质。它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我们合作的意义就是颠覆这首歌，让大家重新去审视这个歌。他们选《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其实整个歌曲的变化是比较少，改编的难度是不小。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拿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难，但实际上唱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它的节奏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整齐，我比较想把它破一下。其实他那个《Molitor》里面没有给我们特别，我们听的那个 demo 那么有劲儿，他把力量都打散了。对，我们再来一遍吧。再近点，不要近。现在所有东西都太远了。对，吉他也要近。通过一些改编，可能会带给大家《离别开出花》原版的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上天赐的意义嘛。美好即将开启，出发。别管那朵最无恙，眼下那些风沙，你才能慢慢长大。要错过几个他，用你最好的年华，这是青春的代价。坐上那朵零下的云霞，飘去无人知晓的天涯，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哦，眼泪轻轻地擦，别管那朵最无恙，眼下那些风沙，你才能慢慢长大。要错过几个他，用你最好的年华，这是青春的代价。当离别开出花，伸出心肠的枝桠，像冬去春又来，等待心绪融化。你每次离开家，带着远方的牵挂，那城市的繁华开出了月牙。当离别开出花，它生长在
坐上那朵离家的云霞，要去无人知晓的天涯，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孩子人生其实不复杂。哦，眼泪轻轻地擦，别忘了童年梦话，散在远方的花，也随风慢慢长大。错过几个他，用你最真的年华，这是青春的回答。当离别开出花，伸出心脏的枝桠，向冬去春又来，等待鲜血融化。你每次离开家，带着远方的牵挂，那城市的繁华盖住了月牙。当离别开出花，它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没什么好害怕，孩子放心去飞吧，在你的城楼有个等你的家。当离别开出花，伸出心脏的枝桠，向冬去春又来，等待鲜血融化。你每次离开家，带着远方的牵挂，那城市的繁华盖住了月牙。当离别开出花，它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没什么好害怕，孩子放心去飞吧，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当离别开出花。太帅了，太帅了！我们掌声送给杨坤坤哥，默默扣即刻敬意。12年了吧，得有，一轮嘞。然后我觉得时隔那么多年了，我也想让老师看看这么多年默默扣有没有进步啊，各个方面我也想接受一下老师又一轮的考验。其实我觉得极客不需要任何人，对，他是大凉山的子女，他不需要任何人的鼓励，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表扬，不需要给建议，他自己其实都完善得非常好，从开始到现在都这么骄傲，对。谢谢杨坤老师。我有点羡慕嫉妒，因为杨坤老师也是我那一季的导师。今天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虽然是离别开出花，但是配着这个舞美，让我感觉好像他们俩在带着我们来来回回的在天际和星际之间遨游，我就感觉一直在被扔起来放下，放下扔起来的感觉。极客好像又变厉害了，怎么办？比上一季更厉害了，就希望后面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跟杨坤老师一起唱首歌。哦，弥补那个。我以为他接的是我呢。你已经够厉害了，转的有点快，对。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一类型的歌手，其实很羡慕两位，你知道吗？又燃又辣，然后又有活力。像坤哥这样子的这种野性，你根本不用跳舞。他刚刚那一踢腿，我就觉得哇塞，怎么这么 man？ 我就觉得我们怎么装都装不来，真的很羡慕，而且真的很享受。我先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因为这首歌。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算是一个，虽然我很讨厌这个词，但是也没有什么更合适的词来形容它，叫网络歌曲。我记得之前杨坤老师是跟一个网络歌曲的作者，其实是有过一些争论吧，对吧？然后这个事儿，你今天又来唱这样的一首歌，你现在看法还是一样吗？没让我准备这道题啊。咱们的问题从来不是预设的，都是根据他们自己想要提出的答案。你说那个网络那个，也说是我以前说过网络歌手，惊雷嘛？哦，惊雷。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那不算是一首完整的歌曲。我想说，其实我有能力，我有勇气，或者是我有合理的这种判断去评价别人。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评价我。
我们现在所有人唱的歌、火的歌、发表的歌，不都是在网络上发表吗？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网络歌曲呀、什么主流歌曲啊，没有这么一说了。只要是有旋律的，我觉得都是歌曲。对。在我看来，刚才我们这个舞台，我觉得没有问题，你们的表演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首歌它本来的那个 groove 律动的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特别。我知道，对，其实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嘛。因为对于你来说，你把它这歌编得再怎么样，你都不喜欢。对，这是个人的。就 groove 部分没有太大的改变。嗯，这是我的小小的遗憾。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如果你要是唱一些你自己手拿把攥的、特别舒适区的，其实没有任何惊奇。我觉得天赐的声音的属性就是这样，它就是要让你唱一些大家熟知的歌，同时你有能力把它改变成另外的一个状态。可能大家都有点淡忘了啊，杨坤，包括陈楚生。包括嘉莹，包括龙龙，他们属于唱作人，他是写歌的人了，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审美。他俩这么一个组合，我觉得就是刚才杨坤说的，要超出他的舒适圈。作为一个唱作人来讲，他自己心里面是知道是有标杆和尺度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杨坤，感谢吉克隽逸，谢谢二位的演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碧晨、杨宗纬。好久没见了，对，但是再次看到碧晨，其实我内心还是很雀跃。真的吗？真的，因为我们上一次合作的是凉凉的舞台嘛。对。这歌其实给我很大的加持，在那一年能遇到宗纬哥唱的这么好的一个搭档，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反正就是凉凉之后，我们很久没有在这种大舞台上一起合作过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碰在一起，就一定要唱大线条的情歌，才呼应观众和听众想看，然后又对得起我们自己。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我觉得张杰的角度可能是他喜欢的那个人呢，不是喜欢他，他是喜欢另外一个人。但是我是想比较从。就是碧晨的闺蜜的这个角色，因为当我看到碧晨的时候，我也会，很想告诉她，就是说要对爱情不能太怨怼的那种心态去唱的那种感觉。坦白讲，我还在摸索，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诠释这首歌。难，我知道，我也就一直在转，好难啊，在找感觉。其实是这次编曲来得很晚，然后和声我们俩都是高高低低，他也一直在练。其实我真正拿到的时候是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我前期作业就只能一直听张杰的版本嘛，所以等于就是有点把前面的东西都打破。我目前脑海里面的那个声音，可能还是张杰的那个版本。你问我有没有信心拿金曲，但我其实也不太敢说。对。每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让我们一起加油吧！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我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的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
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你的心。他把回忆留给你，连同忧伤强加给你，对你说来不公平。他的谎言句句说的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你的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安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他不懂你的心。其实我在跟他唱的时候，我心里特别踏实，因为他声音一开口的时候，其实就会回溯到当初凉凉那首歌的情境这样子。哇，17年的凉凉，对，那时候好像才10几岁吧。开玩笑。他们上一次合作的歌曲叫做《凉凉》，这一首歌曲叫做《暖暖》，听完了很暖。刚才听碧晨的唱歌，我脑中只有2个字，就是仙女。对，首先我觉得2位大的唱将，然后演绎这样一首收起来唱的歌，我觉得很符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易碎。所以这首歌是我回去会再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曲，好吧？谢谢，谢谢。我第一次听到碧晨唱歌，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对。我唯一的一句评论就是说，他是一个可以一开口就把听众拉到音乐里面、拉到故事里面的这种神级的唱将。所以今天在他一张嘴的时候，把大家吸引到他的歌声里头，我觉得这个是碧晨最厉害的部分。张碧晨、杨宗纬，我觉得在情歌里面算是天花板了吧？真的算是天花板了，对。
别的我，谢谢，别的我就不评价了。我觉得其实我们说再多的没用。我想其实让咱们这个建营团的老师跟他们点评一下，对我们说的全是夸奖。接下来我们到建营团各位老师了。这么好的歌手啊，我能不能听一下毕晨老师、宗纬老师的无伴奏原声呢？哦，这首。我能不能听一下毕晨老师、宗纬老师的无伴奏原声呢？这首。放哪一段挑好的？对，挑好一点，段拜托。跳好一点。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只祈祷快要不能呼吸。哇，好好听啊！在大家听来有瑕疵吗？这个声音一出来，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毕晨老师从第1段到第2段的时候转过一次调，第2段的时候他的调就变低了。你像在第1段的时候，比较高的时候，那个听着就很仙、很空灵、很飘渺。然后到了第2段呢，一下来，瞬间又变得浑厚深沉了。一边是10几岁未经世事的时候的那种少年感、纯净感，然后另一边呢是我们步入社会以后那种历经岁月的沧桑感，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太多元了，这就是一个一流的歌手。杨宗纬一直是我经常会跟朋友们聊天啊，他们会说，你觉得什么叫唱得好啊？我说唱得好有很多种标准，对吧？但这其中有一种标准，你就听听杨宗纬，这个叫会唱歌。用一种如诉如泣的方式去做一些表达，但是你看起来好像很随意就把这个给唱了，但是中间它每一个咬字、每一个起伏、每一个轻和重之间的这个是他拿捏了很久的一个结果。所以杨宗纬真的是非常会唱歌的人。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宗纬，送给张碧晨，谢谢2位。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对我们每一首歌、每一组音乐合伙人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的期待。如果你也想听到更多本期歌手演唱的原声版，欢迎大家下载登录 Z 世界 APP， 进入天赐的谐音部落，参与天作之合活动，解锁歌手原声舞台与你最喜欢的演唱共鸣，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现场录制名额、签名照等等独家福利。赶紧下载我们的 Z 世界 APP。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薛凯琪、周柏豪。老师好。你好。老师好。我怎么会是你老师呢？我只是比你早入行。对啊。找你多少年？应该是3年吧。对呀，瞅。3年已经是老师啦。我跟周柏豪就是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但是我们同台合作的机会不多，然后隔了这么多年，然后再见对方的时候，就觉得说看见大家都有成熟，都有长大。我觉得如果我跟你唱，我们得唱一首是温柔的，我觉得这样的合作就会比较有趣。就Khalil 寫給你的那首《慕容雪》咯。不是我，你轉身一走，蘇州裏的不是我。这首作品是一个非常充满了浪漫、充满了细腻的小心思和一些那种在空气当中流动的情愫的这样的一首作品。我其实非常期待他们俩的这个搭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慕容雪，跟别人合唱这首歌，以及用一个这样的普通话和粤语的这样的混合版，我倒是第一次。这首歌有一些就是倾诉，它是2个人的一些很浓烈的感情在对话。他一直在看你，对，一直在 Q 你。你动我动我。对，看他。对，忘了。
个人都在伸手，但是始终都不要碰到。最重头的小问。这首《慕容雪》就比较淡淡然的，不是我平常唱的一些的悲歌那么激动的那个感觉，所以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用一个更成熟的凯奇、更成熟的周柏豪去唱一首大家都就是比较熟悉的歌。那希望这么新鲜的一个合作方式，能让你们喜欢。臨行辭別你，欣賞未夠，分一碟相思豆，冬至送輕酒。紅霞映住你，身邊白雪，姑蘇盛產的絲繡蓋着我小手。回頭望得清楚，快樂過很多。但缺乏你，我又擁有什麼？愛只是愛，偉大的愛情到頭來也只是愛，比空境的深處誰也不曾存在。最壞最壞，還逃不過又置身事外。偶遇而來，互相依賴，能像那船兒，總不能永不離開。蜿蜒的泡影到底離不開人山與人海，無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也不過只為一次澎湃。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偶遇而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蜿蜒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头一浪又一浪，也不過只為一次澎湃。我們密好好抱擁，仍難的心底細說洶湧。才發現相隔不會懂，愛只是愛，偉大的愛情到頭來也只是愛，比空境的深處誰也不曾存在。最壞最壞，還逃不過要置身事外。偶遇而來，互相依賴，河上的船兒總不能永不離開。蜿蜒的泡影到底離不開人山與人海，無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也不過只為一次澎湃。那還是蜃樓只是愛。
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薛凯琪，送给周柏豪。谢谢谢谢谢谢。我记得上一个给我们这种这么甜、这么美的这种感觉的，还是凯琪跟汪苏泷的舞台。哦。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哎呀呀！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紧紧蔓延。其实今天特别带来了慕容雪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之前来了天赐4次，然后也是唱了就是别人的歌曲，把它改编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想要给大家一个其中我的最好，然后碰巧我遇到了柏豪之后就立刻想到慕容雪，因为他也會唱廣東話，然後隔了這麼多年，好耐冇見過佢了，有冇10幾年啦？可能是有10多年沒有見過的朋友，大家都成熟了，對。柏豪是第一次來我們天賜的聲音哈。是的。之前凱琪有跟你說過我們這個節目大概是什麼樣子嗎？有說過，建議我啊，真的不用緊張啊，舞台所有聲音、所有排練就是非常非常好。但是這個緊張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動力，對啊，因為Fiona 就是一個，他對自己還有對舞台就是要求很高的一個人，所以就合作的時候他就給我很多的意見，還有他就我哪有給你意見呢？哇，是你教我啊。沒有老師。沒有講到我是你前輩，我是你師妹。好了，師妹，妹妹。我覺得這個舞台整個給我帶來的感覺就是很動人，很誠懇。前面是粵語的部分，我覺得粵語有一種自己的腔調，然後粵語歌有不一樣的那種動人。凱琪姐還是跟所有的男歌手、男嘉賓搭在一起都很有那個味兒。對，但是還是龍龍那個更有 CP 感一些。哎呀，謝謝小龍。今天其實讓我比較更意外的是柏豪的部分，因為我真的是第一次聽到他的現場，看到他的本人。尤其柏豪的中音非常好聽，也讓我想到像李克勤這樣子的很深情的這個男中音的聲音。謝謝哥。好，接下來我們到建音團各位老師了。其實我是聽着粵語歌長大的，來自廣東的孩子。然後其實剛才Fiona 可能有點低調，她今年應該是正式成為歌手的第20週年。哇！04年 Fiona 發了她自己第一張專輯，然後周柏豪是07年發的第二張專輯。剛才那首歌是09年的歌曲，當時我在電視上就這樣看到你們，包括這首歌的作者方大同，你們會經常一起去各種通告，就所以剛很多回憶在我腦海中閃過，我就非常感動。然後我會覺得說，可能粵語歌的黃金時代是不是已經過掉了？但是今天聽到的時候，我覺得它還在，就像歌裡面唱的那一句"誰人能像你感動我"，就是 Fiona 跟周柏豪。謝謝。我們再次把掌聲送給薛凱琪，送給周柏豪，謝謝。讓我們用熱情的掌聲，有請王鶴野、姚曉棠。我覺得我們要唱一些既能四兩撥千斤，又能感動大家的歌曲。我覺得咱倆的聲音其實是超級適合。我有一首叫《最後一夜》，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首歌如果我們把它通過配器的方式再堆一下，我覺得是非常爽。王鶴野他對於音樂這個部分，他有放一些自己的生命在裡面，我覺得他是有這個勁兒的。我對姚曉棠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為她的音準是非常非常教科書版級的這個音準，然後她的音色也非常好，而且本人也長得很漂亮。我覺得她具備了所有做頂流歌手的這種潛質，就是兩個人都比較年輕，面對這樣的大舞台，面對這麼樣的前輩，會不會怯場？再來一遍啊，可以嗎？好，再來一遍。好。辛苦了，辛苦了。現場準備。我們還要再來嗎？來吧，我無所謂。
你能唱动吗？可以啊。来，现场再一次，来，现场继续啊。其实我觉得小唐也是非常的有耐心、负责、充满能量。我可以给你看看，就是这个光一个这个伴奏啊，我给你看看这改了多少次。能多一次我就是赚一次，好吧？我老师，我口齿会不会不清楚？没有。我主歌有问题，没问题，挺好的。老师，最后一段，我是一个新人，很不容易，也很幸运可以来这里唱。我觉得我需要在这里留我很有意义的歌曲，还有我觉得需要给大家散发美好的事物。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我的态度先生是，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我的态度先生是，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雨停止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雨停止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
故事重写。掌声送给王鹤野，送给姚晓棠。谢谢，谢谢。啊，你怎么嗨起来了？抱歉，抱歉。啊，没事没事。小唐什么心情啊？我其实刚刚还是有点紧张的。还紧呢？你紧了几年了？你跟我说。我这是第3年，第一次是第1期过来这儿。我本身是一个很渴望舞台的人，这2年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太多的舞台，其实我还是挺难过的，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在你们2个还没唱之前，我就想说，应该不会有人长得好看，歌又唱得很好吧？哇，你呀？哎，都是。小唐一开口，我就觉得啊，真的有，就是甜美又深邃。你们2个就是一部又好看又好听的偶像剧，而且我发现鹤野的唱歌的时候的肢体表现有一种很像在慢跑的姿势，然后就一边唱，然后一边展现一种想要跟小唐双向奔赴的企图。我刚刚上台的时候，耳机里这个啊太燥了，太嗨了，然后我当时这个情绪就喷涌而出。我唱中间我还提醒自己，间奏的时候，隐忍一点，但是没啥用，发现。我们上一季的时候，我第1首歌是跟鹤野唱的。鹤野紧张啊，在底下就。我当时是双手拿麦克风唱的。在空中为流浪或者远方，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我很主动去跟鹤野交流，我感觉他也很害羞。然后在这一次，从今天白天看到你在刚才你在台上，你整个人状态你在舞台上了。你说不是谁都能站在那个舞台上气定神闲的去完成的，要面对很多方面，你脑子里过很多东西的，真的是沉浸在这儿，完全在那个歌里面。谢谢。2位刚刚的表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算是一个规定动作。尤其是小唐，我觉得你的声音的辨识度这个部分，可能要再想想办法。这个东西它未见得是天生的嗓音状况如何，而是更多的是一种表现方式，就是你的辨识度稍微弱一点。其实有一些人会跟我说过这个事情。我觉得唱法这个东西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音色都是天赐的，改变不了，对吧？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请教一位前辈。对，我想请教一下杨坤老师。你的音色其实，你只能是从你的演唱的技巧，包括你经历的一些情感，在里面找。我觉得这个是改变不了的。我们不是天赐的声音，我的声音是带刺的声音。你要说改变你的音色，再换一个别的唱法，我唱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悟不到这一点。对，不是说非要说像杨坤老师那样，才叫有声音的辨识度。重点是你怎么去感受那个东西，把它用你的方式表达出来。你有可能是生活当中，可能被保护得太好，你本身的技巧、你的音准、你的音色都没问题的，然后你又长得这么好看，那你就差这个东西了，对吗？就生活。好，老师，我努力。其实我想立一个小 flag， 我希望我可以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拿到一次金曲。好。如果拿不到怎么办？拿不到的话，那个做不到你就剪个短头发，行吧？啊。对，如果做不到，我真剪头发，我剪短发。多短？像龙龙那种吗？你看。或者是坤哥这一款，那不成了僧人了吗？我剪龙龙老师这样的。好的。行，我为了你留长一点。加油，加油，小唐！
加油，贺燕！接下位，请落座。很高兴我们又在天赐的声音见面喽。我也很开心，因为上天赐的舞台也是对歌手实力的权威认证了，就像获得欧洲双认证、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奶粉一样，他们产品会关注宝宝成长、吸收力、自护力等各方面，实力也是权威认证，非常靠谱。哎呦，做歌手有实力，选奶粉更有眼光。好，此刻我们邀请声音鉴赏团的5位老师进行现场合议，选出本期的推荐金曲。看来已经有了结果。此刻我们邀请现场的音乐合伙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各位。慢点啊。现在我们就邀请声音鉴赏团郝蕾老师作为代表，公布第5季第1期《天赐的声音》本期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天赐的声音》第5季第1期推荐金曲为由张碧晨和杨宗纬带来的《他不懂》。恭喜张碧晨，恭喜杨宗纬。我真的没有想过，这次来天赐的声音，抱着最大的期待就是说，阔别多年之后，还可以跟张碧晨音乐水准的这个飨宴，又拿到一个金曲锦上添花，所以我现在就是乐翻天。对。东阳光鲜虫草金曲时刻，有请阿伟来到台前，送上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那在旁边的黑胶唱片上呢，已经印有本首金曲2位想表达的态度歌词，请念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您的态度先生。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本期我们态度先生话题分享你与他不懂这首歌曲的故事，关注天赐的声音及东阳光鲜虫草官方抖音账号即可参与态度先生活动。根据我们现场观众最终投票，选出了第1阶段的2位首发队长，他们是汪苏泷、滕楚生。接下来2位队长会在后面的3期节目带领自己的音乐合伙人团队共创好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东阳光鲜虫草天赐的声音第5期第1季在这里跟你说再见了，但是让我们下周继续，不见不散，拜拜，拜拜。欢迎第1阶段的2位首发队长。没想到是我们俩。我觉得他要做的话，他可以把升降降高低啊。我觉得一开始你们俩可以升起来。做了一个特别冒险的一个决定。好疯啊！我好喜欢啊！难道唱得好也是他的缺点吗？做我的这个365天唱着歌。